朋友们好，燕都从考中有这样的记载：北新华街之西，在荣县胡同以北者，其南北较小胡同约6步口，其东西较大之胡同为安福胡同。这期视频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一带。6步口在清代分为大、小6步口，现在的大6步口称为街，小6步口称胡同，主要是根据街道宽窄定级。大6步口街较为宽阔，南北走向，北起西长安街，南至西荣县胡同。明朝永乐年间修北京城时，在承天门以南开辟梯形广场，广场红墙内属于皇城，红墙外两侧集中了当时的中央衙门。清代东墙外是礼部、吏部、户部、工部、兵部、宗人府及现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带。西墙外为五军都督府、刑部、太常寺、督察院、大理寺等衙门，也就是今人民大会堂一带。来京办差、述职的官员需要先在6步口一带候着，得到旨意后，等待觐见的官员由6步口去往各部。久而久之，这里就叫成了6步口。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这里过去是大小6步坑，后来变为大小6步口。现在6步口西侧有南北新平胡同，清代的京师坊相志稿和光绪顺天府志都记载为后水泡，民国时期的燕都从考记载为前水泡子、后水泡子，并有民国3年改为新平路的注释，说明这一带明清时为低洼地带，随着人口的增加，水坑被逐渐填平，盖起了房屋，形成胡同。现在大6步口街中既有老旧的小院，也建有居民楼。胡同14号是戏剧家夏衍的住所，文革中他被投入监狱8年，出狱后在这里度过了余生。北口西侧曾有京城最大的棚铺——陈记6合棚铺。棚铺是指旧时专门为办红白事、搭建棚席的行业，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四合院的基本配置，北京有句老话讲天棚鱼缸16树，天棚排在首位，说明这个行业当年的重要性。陈记6合棚铺曾经给清朝的皇宫搭过几次大棚，包括慈禧的2次万寿庆典、光绪皇帝的大婚。民国初期，6合棚铺又给逊位的清朝皇室和历届北洋政府搭过不少大棚。6合棚铺最终在1944年歇业。大6步口街北口的东边原来是西长安街邮局，现在的府右街地下通道入口处就是当年邮局的所在位置。光绪23年开办了大清邮政，光绪32年大清第6家邮局本部支局就开在这里。1920年改叫西长安街邮局。上世纪80年代，北京城曾出现过一段集邮热潮，自发聚集形成了几个购买和交换邮票的市场，西长安街邮局门口就是其中代表。2009年，因为长安街拓宽，西长安街邮局被拆除。和邮局一起搬了家的，还有其东侧一家叫金广角的摄影器材商店，这里当年曾是北京骨灰级摄影发烧友的打卡地。小6步口胡同东起北新华街，西至大6步口街，大致呈工字形走向。形成这种走向是因为1965年将耳朵眼胡同并入，原耳朵眼胡同为西南湾区走向，因胡同狭窄而得名，曾是北京最狭窄胡同之一。小6步口胡同的北侧是西安福胡同，明朝称安富胡同或安福胡同。1914年开辟北新华街，将安福胡同分为东西两段。因为此段在西，1965年定名为西安福胡同。西安福胡同原来东起北新华街，西到宣武门内大街。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因为首都时代广场、国家电力公司大楼、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楼的陆续兴建，胡同被自西向东逐步拆除。现在的西安福胡同仅剩东段，且路北建筑基本被拆光。1918年3月，10几个政团组织在安福胡同梁建章的住宅开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梁宅前身为安福寺旧址，当时的门牌号为安福胡同59、61、63号。
安福俱乐部也称为安福系，实际上是一个议会政党，制度顽密，反安福系议员需在国会参众两院内保持一致主张。之所以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之名为人所顾忌。在8月的民国第2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安福系成员330多名当选，成为国会最大派系。这届国会也被称为安福国会。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直系取胜之后控制北京，段祺瑞辞职。8月，安福国会解散，安福俱乐部也随之消散。现在西安福胡同西端截至牛路胡同，是前几年新设立的胡同名。牛路是满语的译音词，是清朝8旗制度的一个基本单位，每个旗原则上包含25个牛路，每个牛路有200多人。西安福胡同曾有条与西长安街相连的岔巷，早年叫牛头路，上世纪40年代划归安福胡同。2017年设立牛路胡同，名称应来源于此。清末和民国时期，西安福胡同北侧的西长安街和东侧的北新华街北口这一带是商业服务网点较为集中的区域，众多老字号在此产生。比如这一带集中了12家带春字招牌的饭馆，号称12春，其中庆林春、同源春、大陆春、新陆春等字号后来成为京城著名的8大春。创建于咸丰3年的鸿宾楼饭庄，总店设在天津。据说慈禧60大寿时，就是以鸿宾楼的108道全羊宴摆的桌，有天下第一楼之称。1963年迁至西长安街82号。鸿宾楼饭庄西侧为开业于清同治8年的天元酱园，其特点是甜、鲜、脆、嫩，甜咸适度，很受南方口味顾客的欢迎，所以又有南菜之称，与前门外的六必居酱园齐名。1948年，一位名叫张万之的山东人在天元酱园西侧开了一家包子铺万兴居。万兴居关门晚，由于挨着长安大戏院，成了看戏人夜宵的首选。1976年，万兴居改名为现如今大家熟知的庆丰包子铺。西安福北侧还曾有过长安和新2家戏园子。长安大戏院位于西单路口的东南角，早年为日升杠房仓库。1936年，洋手艺出资购得后建成上下2层，有1200个座位的戏园子。开张的首场演出是《诗街亭》，特意邀请奚孝伯、金少山等京剧名家登台演出，一炮而红。那时北京还没有专门话剧演出的剧场，长安大戏院先后承办了《日出》《茶花女》等话剧的演出。1989年，长安大戏院拆除。1996年9月，在东长安街北侧的光华长安大厦内重新开业。现在中央组织部的位置曾是新大戏院。1936年由马连良先生联合万子和萧振川先生集资兴建，建筑的外形仿照天津的中国大戏院。除了马连良自己的团队，他还便邀全国各路名角在此演出。新大戏院抗战结束后改为国民大戏院，1950年又更名为首都电影院。2003年随着长安街的改造，电影院被拆除。2008年首都电影院在西单大悦城重张。位于西安福胡同东口的北京音乐厅，前身是创建于1927年的中央电影院，1960年改建为音乐厅，1986年重新装修后改叫北京音乐厅。